大家好，我是葡萄。上一期我们讲到，在2007年底，伊丽莎白·霍姆斯废弃了研发3年之久的第一代验血机 Theranos 1.0， 取而代之的第二代验血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爱迪生。但你知道爱迪生的本质其实是一台点胶机器人吗？2007年3月，托尼·纽金特加入 Theranos， 并成为了爱迪生项目工程组的负责人。他会被雇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曾经在 Costek 公司工作过6年半。Costek 有一款手持验血机叫 Costek LDX， 可以用1滴指尖血检测胆固醇和葡萄糖，正好是伊丽莎白想做的验血机的初级版本。托尼对所谓的微流体技术嗤之以鼻，他觉得全自动化才应该是验血机的价值所在。托尼想把传统验血流程中所有的手动操作都改为由机械自动完成，并且把这些机械全塞进一台便携式仪器里。在爱德蒙那里受够了的伊丽莎白，此时已经对微流体技术没那么坚持了。他只要验血机足够小，只用1滴指尖血，其他怎么样都行。他让托尼放手去干。他此时想的只有前进，前进，不择手段的前进。为了实现全自动化，托尼需要设计一架智能机械臂来模仿实验员手部的动作，但他懒得费时间从头设计，就直接从一家名叫 Fisna 的公司花$3000买了台现成的点胶机器人。这台点胶机器人有一架非常简陋的机械臂，只能进行前后、左右和上下3个维度的简单挪动，而这简陋的机械臂就是后来被赞誉成医疗改革先驱的爱迪生验血机的技术核心了。托尼将这架机械臂想办法等比缩小了些，再从 Theranos 1.0 那里借了些电子元件和软体过来，一台比电脑机箱稍小些的第2代验血机就完成了。2代机使用的检测技术叫免疫分析，也不是什么新技术，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被发明出来了。和 Theranos 1.0 革命性的微流体技术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但东西简单的好处就是研发速度快得惊人。2007年9月，仅仅在托尼入职半年后，他就捣鼓出来了一台可以稳定运行的原型机，看着可比隔壁爱德蒙组时灵时不灵的 Theranos 1.0 靠谱多了。托尼让伊丽莎白给这台验血机取个名字，伊丽莎白说 There's no shortcut to really hard work, and we learned so much more from our failures than we did from our successes.We codenamed our product the Edison because we assumed we'd have to fail 10,000 times to get it to work the 10,000th and first. And we did. 于是，这台改装点胶机器人瞬间就变得高大上了起来，因为它和美国最伟大的发明家同名。为了让爱迪生称得起他的名字，伊丽莎白还从苹果公司挖来了 iPhone 外观设计团队的几名设计师。他希望爱迪生能有类似初代 iMac 的外观和类似 iPhone 的触摸屏。这是1998年8月发售的初代 iMac， 这是2007年1月发售的初代 iPhone， 这是爱迪生验血机初代模型机。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借鉴的影子。其实伊丽莎白一直以来都是乔布斯的忠实信徒，她竭力模仿着乔布斯的方方面面。比如乔布斯是素食主义者，他也就跟着喝绿色蔬果汁，吃清淡的蔬菜沙拉。他还模仿乔布斯穿黑色高领套头衫。大家有没有好奇，从故事开始到现在，伊丽莎白一直都是从头黑到脚的造型呢？不是我不给她换衣服，是她几乎就没别的衣服。我们来感受一下她的衣柜。I have a closet that has a very large number of the exact same set of clothes, and every single day I put the same thing on, and I don't have to think about it. Steve Jobs used to say that too. 那个时候已经有人将她比作女版乔布斯了，伊丽莎白一直以此为荣。但挖苹果的墙角也给伊丽莎白带来了一次大危机。在2006年底，伊丽莎白成功游说了刚退休的美国前首席软件技术官阿维特瓦尼安加入了 Theranos 董事会。但和其他已经被洗脑了的董事会成员不同，阿维一直很清醒。从第3次董事会会议开始，他就发现伊丽莎白每次都会大谈特谈和各大药厂的合作，并给出相当令人赏心悦目的收入预期，但他没看到半份成功签署的合作合同。再比如说，伊丽莎白总是和董事会说，我们的验血机已经在最后微调阶段，马上就能实现商业化生产，给公司产生收益了。
但阿维发现，产品的预定推出时间总是会因为各种千奇百怪的技术问题一拖再拖。阿维敏锐地察觉到伊丽莎白可能在蒙骗董事会，于是他开始着手调查，但还没等他把调查到的资料甩在董事会主席唐·卢卡斯的办公桌上，就被伊丽莎白来了一招恶人先告状。伊丽莎白和唐卖惨，说阿维在董事会会议时总是问一些刁钻的问题，处处针对于他，让他非常难看。他觉得阿维不适合再待在董事会了。唐·卢卡斯是 Theranos 最早期的投资人之一，已经快80岁了。他看待伊丽莎白大概就和祖父看孙女差不多，也正是他一路指导扶持伊丽莎白走到了现在。相对于阿维这个每季度开会才能看到的人，唐显然更信任自己栽培成长的伊丽莎白，于是唐就直截了当地和阿维说：“我希望你能从董事会辞职。”阿维简直难以置信，监督质疑 CEO 的所作所为，不就是董事会成员的职责之一吗？他只不过是在履行职责而已。几天后，他带着他所查到的几百页资料，又一次去找了唐，试图和他解释公司现在路子已经走歪了，伊丽莎白管理方式有问题。但唐表示不听不听，王八念经。还没等阿维说完，就直接打断他，并再次要求他从董事会辞职。阿维心灰意冷，感觉 Theranos 从上到下都没救了。他同意辞职，但走前还是在最后努力了一把，提醒唐伊丽莎白有问题。阿维在2007年底离开了 Theranos， 他的质疑没伤到伊丽莎白分毫，但多少在唐的心中埋下了一颗怀疑的种子。但同样的话换个人来说，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人就是托德·萨迪。2008年初，伊丽莎白终于将 Theranos 从脏乱差的东帕罗尔托工业区搬了出来，公司的新大楼在帕罗尔托的山景大道上。托德是搬公司后新入职的销售主管，他很快就意识到 Theranos 和那些大药厂的所谓合作，账目上有很大问题。伊丽莎白说，和任何一家大药厂的合作都能给公司带来几千万美金的收入。且不说这个夸张的数字靠不靠谱，但从2006年到现在，却一份合作合同都没有成功签署过。的确，伊丽莎白是和不少大药厂谈成了合作意向，但大药厂是需要先确定 Theranos 验血剂真的好用，才会签署大单合同的。于是便有了之前辉瑞肿瘤诊所的试点项目，但一旦测试结果不理想，大药厂是可以随时拍屁股走人的。那么伊丽莎白所预计的几千万美金收益就成了一纸空谈。托德又通过人脉了解到，不管是之前的 Theranos 1.0， 还是现在的爱迪生，都还是半成品。通不过大药厂的验证，基本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托德觉得这个事儿公司董事会必须知道一下，于是在2008年3月，他直接找上了董事会主席唐·卢卡斯。这次唐不能再装听不到了，因为托德是唐多年好友的女婿，这位好友也是 Theranos 大额投资人之一，所以托德在唐心里的权重不是阿维可比的。于是唐召开了紧急董事会议，开会时伊丽莎白被要求一直在会议室门外候着。经过严肃的讨论后，董事会成员们最终一致认为，伊丽莎白过于年轻且经验不足，无力领导日渐壮大的 Theranos 公司。他们将罢免伊丽莎白，找一位更有经验的领导者来接替 CEO 的职位。他们将伊丽莎白叫进会议室，告知了她将被罢免的决议。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只能用催眠来解释了。有人说，当伊丽莎白张着大大的蓝眼睛一眨不眨看人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自己是全世界中心的感觉。这时不管伊丽莎白说什么，你都会一股脑答应，其效果比起催眠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是段伊丽莎白的访谈影像资料，我们来感受一下。 It's finding what you love and finding what you're born to do. And when you find that, whether it's, writing or painting or science or whatever it is, when you really give everything to that, then you can realize great things. And we'll fail 10,000 times if we have to, but we'll figure it out on the 10,001st. 总之，伊丽莎白用恰到好处的悔恨态度和她那不可思议的个人魅力，在接下来的2小时内彻底扭转了董事会的想法，依旧作为 Theranos 的 CEO 从会议室里走了出来。伊丽莎白在撑过这场董事会叛乱危机后也没有闲着，她开始着手清除异己。第一个被扔出公司的自然是向董事会告密的托德。
后面还拔出萝卜带出泥的清理了一大串人。同时，伊丽莎白陆陆续续开始买回公司股份到50%，拿回了公司一半的话语权，以确保这种 CEO 换人事件以后不会再发生。在这种纷纷杂杂中 ，Theranos 走到了2018年下半年，但员工们所期待的平静日子并没有到来，一场专利案的阴谋正在悄然向伊丽莎白逼近。我们下期接着说。